各位喜爱棒球的观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跟随中华民国听障棒垒球协会以及 HOP Sports 的转播，来到林口国立体大棒球场，观赏到第一届世界杯听障棒球锦标赛。今天是继昨天开幕日之后第二天的赛程。这一次的比赛从2月24号开始，为期5天，一直到2月8连假2月28号最后一天的决赛。那今天在林口地区的温度稍低13度，那现场湿度没有下雨，不过湿度稍微高一点。那现场有一点点的风势，今天是大概阴天多云的状态，比较低温的情况底下，两队今天会稍微辛苦一点。那我是今天的主播陈世正。那今天听障的棒球赛，我们第一位的一个手语翻译老师是吴俊峰老师，也会在镜头的左下角。那为大家来提供转播一起服务的工作。那今天3场比赛，第一场由日本队来对上墨西哥。那这场比赛是由日本队来担任先攻。日本队今天安排的开路前锋，第一棒是时间雄大，第二棒小野一辉、小管一辉，第三棒山原绫太，第四棒中野康平，第五棒尾张圭佑，第六棒富坚由希，第七棒是高梨英文，第八棒大石健太，第九棒岩治亮太郎。那墨西哥安排的一个守备阵容的话，今天没有使用指定打击，先发投手是 Blancante， 然后搭配的捕手是 Mutieno， 一垒手 Batis， 二垒手 Lopez， 三垒手 Hidareda。游击手的部分是 Ramirez， 三位外手右左自右分别是 Garcia、Vargas 以及这个中外手的部分是 Landa。昨天的开幕战，中华队跟墨西哥有进行交手。那在一开局的时候，也有墨西哥的球员因为双盗垒战术那碰到一些受伤的状况。那双方今天来到现场，可能因为这个从住宿的地点来到国立体大这边的交通真的稍微远一些那可能也不是非常熟悉，所以离表定的时间稍微延迟了一下。不过现场的天气状况应该是还可以让比赛顺利进行的。那两队在经过算是充分的准备跟热身之后，还有赛前一些相关的工作，把它顺畅的完成之后，比赛能够来顺利开打。现在的时间差不多是早上9点5分左右。那等一下就等待这个主审第一球我们来宣告这个 play ball 的进行。那日本在这一次的一个大会所提供的一个祝贺的贺词上面，他们有特别提到，因为先前有碰到这个疫情的关系其实各项的国际赛，包含听障的这一个世界棒球锦标赛原本在计划中要进行，也因为这样子造成延宕那大家在疫情过后，算是整个节奏都恢复正常之后，国际赛可以举行他们也感到相当的开心好，本场比赛第一球正式投出。日本队的第一棒在观察2球之后，也跟休息区的一个队友提醒一下投手一个球大概的一个状况。看这个手势来讲的话，应该是跟休息区的队友讲目前投手的状态是球大概偏在比较外角的位置墨西哥投手3坏球之后，这时候追回1颗的好球数，球数来到1好3坏。节奏非常明快这球一样比较偏外角，但做了不错的修正所以这时候面对日本队开路前锋第一棒，墨西哥投手来到满球数了最后这个变化球相当精彩第一棒的打者最后没有办法能够上垒，不过整个在打击的过程当中也帮队友观察到
总计6颗的一个用球，最后1颗是变化球。这样的资讯应该会带回去休息室给自己的队友作为参考。第2棒小管也会这个时候上来做接替的打击。好，1、2、2棒，日本队的1、2、2棒，那看起来他们在打线当中有蛮多的左打者。那一开始墨西哥的先发投手面对头2棒左打者，比较多的一个球集中在左打者的外侧来做控球，偶尔会像刚刚这一球一样搭配内角的一个使用，所以刚刚这个球稍微造成打者的一个挤压，球速现在来到应该是1好2坏。哦，这球打击出去在中间方向的位置，看看最后球落地，而且中外野手第一时间没有办法接到，有左外野在后方来进行弥补的处理哦，所以第2棒的小管也会在这个时候趁着这一支安打，并且落地第一时间中外野手没办法马上把它接好的状态下，直接攻占得点圈2垒。这场比赛第1局上半，日本队的进攻在一出局之后，马上出现本场比赛第1支安打，并且来进占得点圈，有一个先持得点的机会。墨西哥投手在这个时候，刚刚这一球就展现了这个我们讲美洲球员哦，尤其投手常常会用的一个招式哦。哎呦，这个回身回马枪的牵制哦。2垒进去的时候稍微没有在垒包上面哦，不然日本队2垒的跑者是吓了一大跳，因为整个节奏上他重心其实第一时间是偏离2垒垒包的。那刚刚所提到的墨西哥的投手就是突然在投球动作上面来穿插了一个侧投的一个运用。哦，又突然间又塞了一个内角球。现在在打击区的第3棒是桑原绫太，他在今天日本队的一个攻击上面哦，他是担任指定打击。日本队今天在攻守阵容的安排上是有采用指定打击的。连续在这个打席里面，笠原绫太面对投手2颗的内角球，都造成比较挤压的情况。不过这个球因为小飞球，虽然在3垒手前面，但也没有办法赶到定位，形成一个界外球。那投手现在还是取得2好1坏的球数领先。刚刚在投刚那一球之前，其实游击手有进去2垒做一个补位哦。哦，这次这个小飞球打进在场内，不过球的破坏力比较不够，游击手稍微后退，在内野前缘的地方把这个球给接杀出局，2人出局。那墨西哥队这一次在球员阵容上面哦，这个就不分性别哦，在听障的这一个代表队来讲的话，也带了几位的女选手来参赛。刚刚完成接杀的这一位哦，就是这个女性的选手。这球投手看起来要自己来处理，不过在界外区，哇，虽然脚步稍微有一点乱哦，可能现场风势的影响，但最后还是化解1局上半这个失分的危机。1局上半，日本队虽然进占得点圈，但是无功而返。
回到第一届世界杯听障棒球锦标赛的比赛现场，一局下半墨西哥跟日本这一场比赛后攻的墨西哥队今天所安排的第一棒是 Ramirez， 第二棒 Garcia， 第三棒 Higareda， 第四棒 Placante， 第五棒 Bades， 第六棒是今天的捕手 Maturano， 第七棒是 Lopez， 第八棒 Ramirez， 第九棒 Cruz。那日本队今天所安排的先发投手是内山浩太，搭配捕手是大石健太，一垒手尾张圭佑，二垒手石间雄大，三垒手高梨英文，游击手今天是小管一辉。那三名外野手由左至右分别是岩志亮太郎、福间由希以及中野康平。那一局上半日本队的一个进攻本来有先是得点的机会，在一人出局之后来进占二垒，不过墨西哥的投手似乎蛮快就找到整个投球的节奏，控球的感觉不错，加上内外角的搭配，也有这个投球动作上面的一些干扰，最后来化解这样的危机。一开赛，日本的一个捕手马上就提醒自己场上的一些队友，看起来墨西哥在第一棒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所提到，简单开入先锋的是游击手，那是这个我们讲不分性别，这次在墨西哥来讲，他们带了几位的这个女性的一个选手。那当然力量上会有一些差异，所以刚刚手势的提醒看起来就是提醒外野手在防守距离的布阵上面要特别趋前一些些。这球打得蛮积极的一个三垒滚地球，有点刻意的往地上做一个一弹跳的一个传球。那三垒手在一个横向移动后，跟一垒手这个搭配顺利拿到第一个出局。赛前根据了解，就是在所有的听障运动的比赛当中这因为公平性的关系，就是不管你的一个听力的程度那部分的这个听障朋友或选手，他们平常生活当中是有带助听器的，但到比赛的时候，这个公平性的因素就是所有人在助听器的一个使用上都必须把它拆除，所以就是每一个选手他们在适应上面会有所不同。有的人突然到这个无声的一个状态底下或许会紧张那根据查阅的资料，有的人可能如果在运动蛮强调的平衡感，有时候也会受到一些影响。这球掌握的非常好第二棒的打者 Garcia 这时候挤出了墨西哥在本场比赛第一支安打，非常漂亮的一个强劲平飞球。在左外野手前面来落地，所以两队的打者在面对投手的一个球路适应上面，在第一局看起来都掌握的还蛮不错的。那日本队的先发投手在这场比赛第一颗球比较偏差的坏球之后，其实整个调整也拿出一般我们对这个日本投手控球好这样的一个印象。其实现场看非常准确，不管速球或变化球都有一定的水准。三垒方向滚地球在界内，这个时候三垒手接到先传二垒，再传一垒，看看。稍微慢了一点点不过意识到了差一点完成一个精彩的双杀。
其实今天赛前看到日本的热身，我们再来看慢动作哦，整个配合弹跳之后，然后传到二垒之后的一个转手，这个也是刚刚提到日本投手的一个控球。但我相信大家对日本内野手的一个能力来讲的话，应该也可以从这一支这个听障的国家代表队去感觉到，都还是有非常高的一个水准哦。那现场赛前看到日本队热身，特别是内野的部分，他们内野手整体在我们一般讲内野很重要的脚步，然后搭配球的弹跳的计算上面哦，整个内野群是做得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双杀没有完成，那打者基本上还是靠着野手选择哦，来继续攻在一垒。2出局之后，看看这个时候墨西哥队的进攻有没有这种来发动盗垒的想法。哇，这球打击出去还蛮强劲的，外野有一定的距离，外野手往后退，不过最后还在中外手的一个掌握之内，把这个球给接杀出局。一局结束，2队都没有办法得分，目前0-0战成平手。第1届世界杯听障棒球锦标赛在台湾举行第2天的一个赛程哦。今天的第1场比赛由日本队来对上墨西哥队，比赛来到2局上半哦，2队在第1局哦，双方都有攻势，都出现安打，也进占垒包。不过最终哦，防守方都靠着稳定的守备哦，把4分的危机给控制下来。那比赛进入到第2局哦，在日本队这边要来担任这一局第1名打者的是这个尾张圭佑。那墨西哥投手在进入到第2局哦，局间热身的状态看起来他的一个速度哦，可能因为这个也适应现场温度的关系哦，整个提升起来之后啊，感觉球速又比一开赛的时候再快了一些些。那尾张在这一次的一个日本队阵容当中哦，他是唯一一位来自这个青森县的选手。平常的工作，我昨天查了一下资料，他是这个地区的，也是这个听障学校的，应该是教师哦，等于是老师的身份。那平常在这个自己对棒球的一个兴趣哦，并且争取这个担任国手的荣誉上来讲，这一次来有机会来担任到这个代表队哦，也获得当地媒体的一些报道，觉得是非常有荣誉的一件事情。
哇，这球是停留在内野，又要给游击手来处理哦。所以今天墨西哥的先发投手在面对刚刚前面哦，至少前5棒多数的左打者的部分内外角的运用哦，最后感觉真正对决的球都会塞在比较内角的位置来造成挤压。好，这时候第6棒上场打击的富坚由希，墨西哥投手在1、2局哦，其实所呈现的投球节奏还有好球率的掌控上哦，感觉是越来越好的哦。而且让日本队打者现在有点不好抓的是，他偶尔哦会换成这种侧投的一个动作，哇，这球还搭配一个外角滑球的使用。哇，这球棒应该是打断了，听声音，不过二垒手的处理要快。哇，这个时候可惜了，这个反倒是因为球打得太过软弱。那因为正常守卫来讲的话，一般也不会守在特别浅的位置哦。在趋前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个内角球还是让打者打得非常挤压哦。这个忙中出错，最后再捡起来，并没有漏得很远哦，但第一时间没有处理干净，再捡起来，已经来不及了。一人出局之后，借由这个失误上垒完，马上有短打的一个处理，最后让他在滚出界外的情况底下，把球给拨掉。这也是投手庞康泰他的一个正确的判断跟比赛经验啊。因为感觉一垒手他最后选择要顾垒包的情况底下，只能让投手自己来接，投手自己在判断上认为说接起来可能要再传哦，或许又会出现内野安打的状况，那不如让他滚出界，形成一颗好球，再来做后续的对决。日本队应该也意识到说，投手的一个球路来讲不是那么好进攻，所以很快的在一人出局上来之后，刚刚是来执行了一个短打推进的一个战术。哇，这边头部的一个搭配出了一点问题，而且在比赛场地在一个场地的一个本垒后方的区域算是比较大一点点，所以捕手在捡球的过程当中，原本一垒的跑者借此进了2个垒包，看起来是一个变化球，感觉是不是暗号上面的一个沟通稍微有点小 miss 哦。在刚刚的一个头部配合出问题情况底下，原本一垒的跑者在不到2出局前进到3垒哦，所以连续2局日本这边都有很好的一个在比赛先得到分数的机会。哇！不过这一个球低角度的球引诱打者的一个出棒哦，高林英文没有办法掌握到这个球，最后被3振出局，2人出局。这个墨西哥的投手靠着自己的3振啊，这一局的一个4分危机瞬间解除了一大半。不，还是要看这个第3名打者这一个出局数有没有办法拿得下来。那现在上场打击的是第8棒的今天担任捕手的大石健太。
投打对决球数目前来到1好2坏。又是一个低角度的球，捕手第一时间没有掌握好，不过这次还好没有让球给漏到后面去。这球看看有一手接到再传，应该来不及了。哇，那这个时候这一局2个滚地球没有办法处理的非常干净的情况底下在这个半局，日本队是拿下这场比赛的第1分。这球可能在正手跟反手接球的选择上有几手有一点没有办法把弹跳计算的很好，而且看起来脚好像有被球稍微打到。那刚刚3垒手队友也去关心了一下，应该没有大碍才对。所以这场比赛日本队所获得的第1分就在第2局先是一个2垒手处理球造成上垒之后，那在3垒也有人，来到3垒的前面的原因就是头部的一个配合也出现一些问题所以今天在墨西哥所掉的第1分还是跟手背的稳定性有一点点的关系一样是一个还蛮准确的内角球，所以让日本队的打者出棒稍微有犹豫，形成一个擦棒球。现在在场上打击的是第1轮的一个第9棒，今天担任左外野手的岩志亮太郎。外角低的球，这个时候捕手接到之后，日本队刚刚是有发动盗垒的战术，不过2游进去配合的一个状态似乎也没有交代好2人的默契，谁要去接球，所以这个球就直接滚到中外野这边那当然发动盗垒的一垒跑者就有办法来多进占1个垒包了但这球一开始也传高了变成说往后面要做 cover 的这个选手可能也没有办法来把这个球给弥补过来。好，这球打击出去中外部分的一个飞球，看起来中外手哇，他最后虽然看起来就定位但在接球的一个动作上面最后决定换成这个下手来处理出了一点点问题，所以最后碰到手套又掉了出来其实已经就定位，有点可惜最后手的这一个翻转哇，让自己没有办法把这个球掌握下来，就有点可惜了哇，这球拉得很强劲不过也棒子出的比较快一点，所以形成一个右外线边界外的一个强劲飞球。这球还差一点打到这个在日本自己牛棚区准备这个热身的一个后援投手，差一点打到自己的队友。这一局墨西哥投手其实还是呈现不错的一个压制力，主要是手背的配合可能没有办法做得这么的好。那日本队在这一局也进入到本场比赛打线第2轮的第1棒。时间熊大在这一局现在得点圈还有队友的情况底下看有没有办法替球队再来追加分数。又是一个飞球，不过这次是停留在内野，看起来又要给游击手来处理了，没有问题。把这个球给收下来之后那在2局上半日本的进攻借由墨西哥手背比较不稳的情况底下
来先使得点。目前在2局上半拿到2分，2-0，暂时维持领先。回到比赛现场，2局下半，日本对墨西哥在第1届世界杯听障棒球锦标赛第2天赛程的一个比赛当中那这场比赛是由日本队在比赛中先取得分数。我在第1局的进攻，其实墨西哥队对日本投手的一个掌握，也还是有办法来打出安打的，所以就看看2分的落后其实并不算多。昨天开幕的第1场比赛其实墨西哥跟台湾2队的分数来讲，也算是这个你来我往，到比赛的后段都还蛮紧张的。墨西哥在这1局要上场打击的第5棒是今天担任1垒手的 Valdez。那当然，以开局我们看到这个日本队捕手有针对场上的队友做防守的提醒来讲的话，但光就这个身材来讲，这时候你看到外手的一个防守站位也都比较后面。投手看到这样的一个体型的打者也都会比较特别提防一点，所以一开始走了3颗坏球都投在算比较开的一个位置。哇，这个内山在3坏球之后，还是有办法，藉由自己很精确的一个控球，大概都尽量控在外角的地方那也压得比较低即使被打，可能被造成的这个伤害也会来得低一点。满球数的对决，打者 Valdez 这边先把这个一样控在外角低的位置给破坏掉，球数维持不变。哇，想要用一个高的一个速球来吊，不过打者是比较有耐心把这个球给选掉，选到一个室外保送上垒。2分落后的墨西哥在2局下半的进攻，首名打者就上垒这对要反攻取得分数来讲，当然是好消息。紧接上场打击是今天担任捕手的第6棒打者 Madueno。那内山面对前一棒左打者，接下来现在的打者换成右打者原本控的内角外角低的位置变在这个内角低的地方哇，刚刚好，这个才讲完，有机会来形成双杀，短抛给2垒之后传向1垒没有问题，6-4-3 double play。
再看一次哦。前面其实第一局哦，日本队就有一度哦，一个内野的配合，当时应该是5传4传3哦，转向一垒这边是没有来得及哦，那个球滚动也比较缓慢。那第二局这一球正向游击手过去哦，标准的一个双杀打。垒包清空之后，第7棒上来的打者 Lopez， 在这个时候，投手好朋友出现之后，也让自己士气大振哦。紧接着送出一次的3振哦，变相的3上3下，让2局下半墨西哥无功而返，暂时0-2，2分落后。有锦标第一届世界杯听障棒球锦标赛的第2天赛程，日本队对上墨西哥的比赛，在3局上半，日本队要进攻前哦，这边墨西哥队是进行了一个守备上面人员的一个位置对调，哦，原本的左外野手跟中外野手2个人的一个位置互换。那进攻端，日本队在第3局上半要来担任首名打者，是今天我目前敲出日本队唯一支安打的小管一挥。那当时是1局上半哦，一个中外野的一个飞球。那在球落地之后，因为原本的一个中外手第一时间也没有办法把球给处理好，所以当时直接进占了这个得点圈2垒。小管刚刚在这一局哦上来的第一球，其实他做了一个突袭短打的一个动作。所以应该那一个突袭短打动作的想法，也是着眼于可能对方觉得他是今天前面第一轮有掌握到投手球的一个打者，可能有点要出其不意哦。
哇，这个球打得很有技巧，虽然被投手一样是一个内角球给挤压到，但一个inside out反向的攻击哦，直接打穿了三游间的一个平飞安打。小关一辉今天单场前面2个打席就已经来到2安的一个内容了，同时2次的一个打席等于都帮球队创造了这个开启的一个得分的机会哦。这一次比第1局的一个攻势来讲来得更好。前一次是1人出局之后进占2垒，这一局是无人出局的时候就来进占1垒。看看日本这边的一个想法哦，是不是同样虽然分数领先的不多，但是会想要用这个推进的战术哦。这个是更积极的哦，看起来小管在1垒是有做起跑，这等于是一个打跑战术的配合。无人出局就进在1垒，打击区上的打者是今天担任指定打击的上原绫太。投手这个时候转身做一个快速的牵制。哇，这个打成一个小飞球有点尴尬。那跑者哦，这个又是有战术配合，所以跑出去太多了也回不去哦。投手这一球是自己下球的一个手背非常快，也帮助到自己来策动这一次的双杀。提前起跑之后，打者这边打得比较勉强哦。投手一个回身接球之后，转身那个传球也很稳定。所以前一个半局日本队做了一个标准的滚地球双杀完哦，这局墨西哥是投手自己回进了一个双杀的一个手背。所以回头看2局，当时日本队得到那2分哦，其实在那一个半局反倒是1、2、3局里面哦没有安打的一个半局，但因为失误的发生哦，导致墨西哥暂时现在是2分的落后。哇，这边投手是标了一个外角的速球，也吸引到打者的一个出棒，挥棒落空。这边也是来了一个变相的3上3下哦。日本队目前还是只以2分来维持领先。回到比赛现场，第1届世界杯听障棒球锦标赛第2天的赛程一样在林口国立体大的棒球场来进行。那第2天第1场比赛的日本对墨西哥这场比赛来到3局下半了，目前2队是日本队以2-0暂时维持领先。那日本队场上投球的依旧是先发投手内山哦。那2队的一个投手
也呈现一般我们在这个看到日本跟墨西哥我们讲顶级球队他们的一个球队的一个风格那日本队的投手球速虽然没有那么的快，但整体呈现的一个控球水准非常的好。那墨西哥投手就是整个投球的节奏来讲非常的明快然后也很敢跟打者来做对决哇，才说到控球这个又是一个压在内角低的位置非常精准的一颗内角低球，来取得良好球的一个绝对领先球数。一个大概腰带到胸口之间的高角度速球，让打者这边没有办法来掌握到，挥棒落空。3局下半，首名上场的打者 Landa 在跟投手内山的对决最后是吞下3振1人出局。紧接着上场打击是9棒兼担任右外野手的 Vargas。好，这个变化球让打者形成一个软弱的一垒方向的滚地球，野手接到之后自踩垒包，2人出局。这一局连续2个打者被解决也是内山间的投球投到第3局来讲，应该是节奏开始越来越顺畅的一个半局前2局，第1局在1人出局之后被打出1支安打，第2局是面对首名打者自己投出了保送。进入到第3局，靠着自己的3振跟一个制造了一个内野滚地球，目前是连续的2人出局。第2轮的第1棒 Ramirez 在2人出局后，这个时候要站上打击区。我这个时候投手这一局的一个状态明显是又更好，所以也哎呦，这球看看是不是应该是打到打者的，听声音是头盔因为现在打者也扶着自己的一个大概头部头盔附近的位置哇，这2天的比赛墨西哥真的。碰到球员受伤的一个状况来讲的话运气比较不好。那因为这个球有一定的速度现场听刚刚那个跟头盔接触的声音来讲的话，还蛮大声的，所以这个时候也要注意一下这个头部出生球。来看看慢动作，哇，一出手就开掉了，确实是打到这个比较危险的后脑的一个部分。所以现场应该是球队的队职员可能防护员队友啦这些，也来确认一下是不是没有太严重的一个状况那 Ramirez 这边是从倒地现在自己也爬起来，然后慢慢的走向一垒那日本队投手内山这边也过来质疑这个是场上应该有的一些运动家精神也要展现出来了那这边补充一下，上一个半局其实墨西哥在左外野手跟中外野手的一个
守备位置更换以外哦，应该是三垒跟游击这边也有做更换。那今天墨西哥队蛮特别，就是说前面有提到他们不分性别带了一些女性的选手，今天2位女生的选手也都镇守这个球队重要的中线位置哦。今天的二游配合、二游搭档哦，都是这个女性的球员哦。两人出局之后出现触身球上垒哦，那在接下来上场打击的是第2棒的 Garcia。Garcia 今天其实在今天第一个打击的时候，有一个左外野方向掌握非常好的平飞安打，看看这个时候有没有办法让球队2分落后底下的一个攻势延续下去。哦，这个形成一个三垒线边的界外球。投手内山在这一局的好球率应该是本场比赛哦投到现在为止最好的一个半局。哇，最后这个外角低球一样是非常精确的一个控球位置哦，打者站着看没有触棒，那就难逃3振的命运了。墨西哥队虽然攻占垒包哦，但最后还是无功而返，2分的落后。
好，回到比赛现场，第一届世界杯听障棒球锦标赛第二天的赛程，日本对墨西哥这场比赛哦。那因为前一个半局哦，日本队这边投手对墨西哥有投出这个头部触身球，那可能这个冲击力道还蛮大的，所以这边在墨西哥队的一个守备哦，也因为有做换人呐哦，所以这边做了一个大风吹。387-564，一垒手到中外野，中外野到左外野，左外野到这个三垒，然后三垒到游击，游击跟二垒在互换。那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个原本2位女性选手的一个中线组合哦，啊，现在就只留下这个原本的二垒手这一位了。那这边主要就是一垒手的部分哦，三垒这个背号34号的应该是阿卡拉，这个时候来担任一垒手的一个守备哦。那在听障棒球赛的一个过程当中哦，只要有遇到换人哦，因为双方的一个翻译，这个都还比平常哦，除了各国语言的翻译以外，还有这种手语也是一样哦，有不同的一个国家语系，所以都还要手语的一个翻译跟国际手语哦，双方的一个在确认，所以刚刚的一个整个换人哦，花了比较多的一个局间的时间。所以换人或者说遇到一些比赛特殊状况要沟通的时候，这个都跟一般的棒球赛稍稍有所不同。这个时候也可以来观察一下哈，是不是在刚刚那一个时间花的比较长的关系，投手的节奏有受到影响。当然用球数也稍微多了一点，所以墨西哥先发投手感觉这一局的一个控球状态哦，明显跟前面比赛前段的前3局有一点点落差。这时候面对尾张圭佑的一个球数来到2好3坏满球数。哇，这球其实比较偏外侧哦，不过打者是积极的进攻去打到一个坏球哦。反倒形成一个内野飞球，最后有游击手把他给接杀出局，1人出局。那现场当然也有一些的一个风势，所以游击手在这个球的掌握上哦，也稍微绕了一小圈哦，最后才找到这一颗球，又是一个小飞球。这个时候看看。最后被吹出了界外哦，在一垒后方右外野的一个线边哦。日本队打者在第5棒过后，其实今天在安打的一个攻势上，就是集中在2棒小管一辉一个人身上。目前的2支安打，三垒方向的一个滚地球，第一时间挡到之后、哦，再捡起来传一垒，还是来得及哦。三垒手也是替补上来的一个选手，在这一局，这个球的一个处理哦，没有太大的问题，也协助到投手、哦。稳稳的把这一局的第2个出局给拿下来，2人出局。那刚刚所提到，其实今天在3棒过后，可以说整个日本队的打线哦，其实还是蛮受制于墨西哥先发投手的一个压制的。
那墨西哥先发投手今天整个投球的过程当中，他节奏就是带的比较快哦，让日本打者没有太多的一个思考跟准备的时间。所以第二局比较集中发生的2个滚地球失误，跟自己和捕手的一个搭配，那一局密集的一些错误产生集中在一起，掉的2分哦，现在看起来有点可惜啊。一个飞球，一个滚地球，制造2个出局之后，投手这个时候前面所提到的一个控球状态哦，是不是体能也碰到一些撞墙期哦，所导致的？这个时候又出现了4坏球保送上垒哦，在2人出局之后，日本队又开启了攻势哦。那选到4坏保送上垒的高梨英文，今天在2个打席，哇，这个时候一上垒之后，果然马上来发动盗垒了。对，应该也是看准了墨西哥这一局有比较大的一个守备阵容的更换哦，可能在整个防守默契上会要再抓一下节奏跟重新的适应，所以很积极的采取盗垒的战术，成功的进站到得点圈，就看看打击区的一个大石健太哦，他前一次一个打席是有把球击中到场内哦，那造成对方游击手发生失误来上垒，并且有把垒上的一个分数给打回来哦，看能不能像第2局的一个攻势一样如法炮制一番。投手刚在这一球要投出之前哦，直接先转身对2垒跑者来做一个喝阻的动作。哇，这球打击出去，最后右外手跑到定点哦，把这个球给接杀出局，化解了要在可能失掉第3分的危机哦。不过日本队依旧是2分来维持领先。第1届世界杯听障棒球锦标赛第2天的赛程，日本对墨西哥这场比赛，目前比赛来到4局的下半，2分落后的墨西哥队，今天目前为止哦，受制于日本投手内山的压制哦，也仅出现1支的安打。
那2分落后，4局下半，这个时候要来上场打击的是今天的第3棒 Garreta。那内山今天的一个投球，最主要很快的取得球速领先之后，就会开始把球，这个球看看有没有机会反手接到之后要换手的时候，日本队的游击手这边球并没有办法掌握好，但墨西哥的打者刚刚也采取一个前扑是一个滑垒成功的制造这个上垒所以这个球即使反手有接起来换手没有问题的话，因为墨西哥的打者采取这个前扑式滑垒，也不一定有办法能抓得到。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在墨西哥来讲的话，继第2局之后，又一次有这个无人出局，在直接攻占上垒包的状况，对反攻来讲都是有帮助的。这个球打得很强劲，3垒手反手接到之后，哇，这个球是美技呀！哇，这个反应太快了。所以虽然没有再往1垒做送球来拼双杀但光3垒手接到之后，迅速的起身，2个弹跳传进这个2垒手手套，就值得再看一次这个慢动作。哇，因为这个球非常靠线边当然搭配2垒手的一个接球，把自己当成1垒手，无论如何要把这个弹跳给掌握起来，拿到这个出局数2垒手这个球的一个搭配处理也非常的漂亮，所以可以说在这场比赛将近打到一半的比赛前段守备可能是目前这场比赛日本队能够来维持低比分2分领先的一大关键。刚刚这个球如果3垒手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没有办法拦下来那被他打穿这个防线的话，墨西哥很有可能是在这一局可以无人出局来攻占2、3垒，2个得点圈直接追平分，就在垒包上的一个状况。这个球打到投手球，不过因为很靠近中线，再传1垒，这边做一个补 take 也 take 到了，所以这一局日本队一样展现了非常坚实的一个内野防守能力也让这一局原本出现无人出局1垒有人的危机一下子就瓦解了。目前墨西哥依旧0比2， 2分落后。
第一届世界杯听障棒球锦标赛，日本对墨西哥这场比赛进行完前面4局目前日本队维持2分的领先。那这一次的比赛在比赛是有限时的就是2个小时半，然后7局制，那同时也有这个4局10分、5局7分的一个提前结束的一个制度。那当然，这场比赛来讲的话，两队的一个攻防其实也展现了很好的一个水准。所以目前比赛前段打完是维持这个低比分差距的一个内容。就看看2分落后的墨西哥攻击什么时候有更好的一个串联发挥。主要的关键还是日本队在守备上面所呈现的一个稳定性其实前面4个进攻半局在墨西哥进攻的过程当中。都有一些不错的一个强击球，但集中在内野这边。那日本的内野手执行了1次双杀，然后2次的一个双杀并且也有一些像前个半局出现3垒手线边球扑接的精彩的一个美技。那5局上半，在日本队进攻的首名打者是今天担任左外野手的岩治亮太郎。他在第一个打席，当时也有因为墨西哥队发生的一个失误来上到1垒。哇，这个球比较偏内角看起来是打到打者的一个手肘护具上面。所以今天岩治亮太郎2次的一个上场打击都替球队制造了上垒的一个攻击机会。比赛进入到后半段，刚刚也看到，接着上来的开路先锋，时间雄太他在。这边又有一个战术的配合，野手接到之后没有把球给接干净可能有想要这个第一时间传2垒所以第一动没有做，确实就想要来执行双杀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情况底下，反倒发生失误同时这个球漏得比较远一点，也让这个一垒的跑者直接在一个打跑配合的一个情况底下进占了2个垒包，形成无人出局，1、3垒有人的状态。日本队在这个时候换上55号的一个球员来担任代打。背号55号的代打是电山墨龟。来自千叶县的选手，日本这一次来自千叶县然后东京都滋贺县，然后刚刚前面所提到的这个青森县等等地方也是来自各地的一个好手。一垒跑者这个时候提前起跑看起来都比较积极因为刚打者这边其实也有做触棒。哇，这个时候这个双杀，又是投手自己来啊！这等于是1、3垒有跑者的情况底下一垒做起跑完，那打者当然要保护自己量好球之后的一个好球带
所以画面中也看到一垒跑者虽然做了一个刹车动作，但也回不去了。这个强劲的飞球，投手自己把它接杀之后，回传到一垒这边，一次抓了2个出局，但三垒的跑者还有时间反应哦，回到三垒垒包上。不过日本队可以扩大比较多分数领先的攻势哦，看起来在这局也有机会再被墨西哥队来给瓦解。啊，有一手这一球接到之后，哇，反手球这一球的处理哦，算是蛮高水准的，也让这一局的一个失分危机哦就此化解。那让日本队的领先哦维持在2-0。日本对墨西哥第1届世界杯听障棒球锦标赛的一个对决哦，其实今天在2队守备上面所呈现的，都有不错的一个水准发挥。那在墨西哥这边，当然跟投手本身哦自己的一个压制，还有投手球上面的一个防守，也有很大的关系。目前能够把分数哦落后的分数暂时给控制在这边。今天处理了2次这个双杀的守备，都是由他去接到小飞球，或者说强劲的平飞球完哦，在有危机底下，当时都是传向一垒哦，来迅速的抓到比较多的一个出局数。目前看到日本队这边应该是在前一个半局有来担任代打的选手，这个时候直接来接替这个游击区的防守。对，刚代打的电山墨龟啊，他是代打当时的第2棒小管一挥哦，然后后面直接做一个对位的换人，然后哦，这个时候墨西哥的打者哦，又靠着选球来替球队制造一些机会哦。
那这也是5个进攻半局当中，墨西哥队第3度就是无人出局就有跑者来进占1垒。前面一次是第2局，也是打者的一个选球。那在前一个半局是一个内安打。哇，这球看看三垒手区前处理这一个有点类似突袭短打的一个触击哦，处理得不错，所以等于攻守双方哦都达成自己想要的目的。墨西哥这边2分落后，来做一个得点圈的推进，成功把1垒的队友进山上2垒。那日本队这边的话，在做这个短打的一个防守上，也顺利拿到一个出局数，1人出局。跑者进占2垒，5局下半墨西哥队的一个进攻，2分的落后，就看看后续打者的一个串联跟发挥。那日本队投手内山今天的一个投球也进入到第5局了哦。控球一样还是维持的相当的好，尤其是2个角落低角度位置的一个精准度。那这个时候在场上的一个打者哦，因为前面有一些守备人员更换的关系哦，这个时候已经是由这个先上场守备的一个 Ramirez 来担任打击了哦。又是一个高角度的一个速球，打者没有办法把它掌握好。目前跟投手对决的球数来到2好2坏，1人出局，得点圈有队友的情况底下哦，还是需要40安打的一个串联。投手这个时候用一个比较外侧高角度的球来吊。哇，最后这个速球打者还是没有办法掌握到，挥棒落空。所以这边投手是取得第2个出局数，同时也让2垒的跑者哦依旧停留在2垒垒包上。那今天等于墨西哥的进攻在5个进攻半局当中哦都没有这种标准的3上3下哦，都有机会来进占垒包啊，不管是透过安打或者说对方投手的一些40球，但重点就是后续的一个攻势没有办法把它给连在一起哦。好，内战这边又很快的取得了1好1坏的一个球数，又是一个外角球，让打者这边没有办法给掌握到。但这一局来讲的话，墨西哥虽然刚好轮到后段棒次哦，所以一些看起来有机会掌握攻击的球，好像在针对投手的一个速球来讲的话，比较没办法跟上他的速度。所以这局的墨西哥打线挥空率比较高的情况底下哦，可惜这个手棒打者上垒之后，在1垒、2垒的一个等待时间还蛮久的。
哇，最后这个内角低球又是很精准的控进好球带哦，获得主审的青睐，把这个球拉弓给拉掉。所以墨西哥队依旧0-2，2分落后，5局结束。第一届世界杯听障棒球锦标赛第2天的赛程依旧在林口国立体大棒球场来进行。那这一次从2月24号到2月18号为期5天的赛程哦。第一二天的一个比赛在林口国立体大球场。那明天开始哦，2天，星期1、2、2天会移师到这个台北市的天母棒球场。那最后一天再来到这个台北县的三重棒球场来进行，所以这次参赛的5支球队哦，都有新北市的一个三重棒球场，所以这一次的一个参赛的各队哦，其实都可以有机会哦，在3个不同的场地来做比赛的一个体验。那当然大会这边我们看到秩序册上面也有针对外队哦。在比赛结束过后，应该是2月29号当天哦，有安排一些这个观光的行程，到这个9份老街这边来体验一下这个中外野方向的飞球哦，中外野手就定位之后，把它给收下来，没有问题，一人出局。好，日本队在一人出局之后，原本要由这个尾张圭佑的一个打击哦，在这个时候换上代打。还有这个背号10号的选手来上场打击。这球打到左外野方向，这个飞球最后左外野手很长的一个移动距离，没有办法把它掌握到。球落地的情况底下，哎呦，这个时候再传回来又发生失误了。
哇，所以原本哦，担任代打的这个申峰，他上到二垒之后，因为跑出来蛮多的，那左外手在球落地没有办法接到之后，去捡到球，看到跑者跑出来这么多的情况底下，再往二垒做送球，可是球没有传的非常的方向非常的正，让二垒手没有办法接到，反倒是让这个球再漏到这个右外的一个线边，让这个代打打出安打的打者再进站到三垒这边哦。所以可以说是安打出现之后，又接连的发生一个手背上的一个小瑕疵哦，在一人出局之后，六局上半日本队的进攻哦，这个时候来进站到三垒。那这个时候日本是持续来更换代打哦，背号18号的安藤北斗，这个时候来接替富坚由希的打击。哇，这球一个强劲的安打哦，球最后是在中外野前面落地，这个适时的安打也让日本队哦，在沉寂了几个半局之后，来攻下这场比赛的第3分。6局上半第3分进来之后，日本队在这场比赛哦，算是取得一个蛮重要的保险分，3-0来维持领先。好，这个时候这一局哦，算是让一些可能准备好了，然后还没有上场的一些球员陆续都上来担任代打。背号21号的米胜雄贵在这个时候在接替上场，结果这个球虽然打得没有很扎实，但落点非常好。哇，这局连续的3棒代打，连续的3支安打哦。所以一人出局之后，连续3棒的代打，连续3支的安打哦，让分数扩大为3-0以外哦，现在依旧是形成一人出局，1、2垒有人，还有机会来持续得分的一个状态。哦，这个时候二垒的跑者是抓到投手整个投球的节奏，而且在离垒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底下，刚刚第一拍的一个起跑时机抓得非常好，也带动原本一垒的跑者来成功执行一个双盗垒。哇，这球打着一个左半边的飞球，看看左外手处理距离比较短的情况底下，他最后是把这个球给接杀出局了。但是三垒上的跑者哦，也借由这个飞球，最后应该是形成一个高飞牺牲打，回到本垒来得到第4分。4-0，日本队在6局上半的进攻哦，追加了2分的一个进账。
这边看起来日本队是持续的在更换这一局的第4位代打者哦，背号13号的中岛佑次哦，在这个时候在2出局的情况上来做打击。哦，这个球头部的一个配合稍微有出现问题，捕手也很快的哦，虽然第一时间没有接到，但赶快来本垒后方哦，把这个球给捡起来。因为刚刚2垒的跑者其实第一时间也有发动盗垒的一个启动。哇，这个球刚刚原本外侧哦，突然间塞在比较内角的位置，连续2球捕手的一个接捕都没办法把它接得很确实，也让原本2垒的跑者哦，借由连续2球的一个头部默契配合出问题哦，来拿到这一局的第3分，也是这场比赛日本队的第5分了。投打对决的球数现在垒包清空哦，是来到2好2坏。高角度的球，打者这边是选掉。代打的中岛现在跟投手的一个对决来到满球数。6局上半，日本队一波攻势哦，连续在代打更换哦，连续的安打在这局密集的一个产生哦，哇，这个时候单一个打席里面第3度，这个球捕手要赶快去捡，因为这个是比赛进行中的状态哦，这个不是比赛暂停的球，所以捕手他可能没有注意到，他很直觉的是要跟主审跟裁判来要球，投手经过他的时候，稍微动作提醒他一下，这个比赛的一些基本规则跟观念哦。因为是坏球，这个不是死球状态的球，是坏球出现完这个比赛进行中哦，看到捕手他回身，他觉得不用讲这个球，但投手知道哦，不能这样处理，所以投手赶快自己先来。把球捡下来，也让这个跑者不会再有办法往前推进哦。所以看起来场上的投手应该真的就是队上哦，算是比较有经验的选手哦。所以场上有一些状况发生的时候，还是由他来主导。又打成一个中野方向的一个飞球，不过这球中野手在中左之间哦，这一次就没有办法追到了。这个球日本队的打者哦，也非常的积极，一连跑了3个垒包，不但有打点的进账哦，开路先锋时间雄大哦，
自己也上到了3垒，而且采取的是一个收打的一个方式哦。当然这一局日本队一口气攻进4分之后，3垒还有跑者的情况底下，其实墨西哥队可能要特别注意3垒的这一分哦，看能不能尽可能把它守下来否则这个前面有讲到，比赛有这个提前结束5局7分就有可能让这个墨西哥队在第6局，等一下下半局的进攻变成是最后一个有机会形成最后一个半局。那前提就是守下来的话比赛就比较有机会来完成完整的一个7局。墨西哥的先发投手也是从开赛投到现在第6局的投球，所以用球数也比较多了。这球看看中外手的处理没有问题，正向他过去稍微移动一下脚步就定位了。不过这一局日本队密集的一个代打然后连续安打的一个攻势也瞬间把分数扩大到这个6分的领先，目前6-0。第1届世界杯厅上棒球锦标赛第2天的赛程在国立体大棒球场来进行。日本队对墨西哥这场比赛比赛来到6局下半，6局上半日本队在原本2分的领先一波代打的更换那打者也掌握了蛮好的一个击球节奏，连续安打的出现原本的2分领先瞬间把比分扩大到6-0。那场上投手的部分依旧也是先发的内山有几手这个球的一个移位非常的快，传向一垒也很准确但墨西哥的打者这一球其实阿拉里掌握的很不错算是一个打得好、手背也精彩的一个攻防。
2坏球之后，内山这边是要回了一颗好球数。投打对决的球数现在来到2好3坏。那内山今天他在球速上面没有特别的快，但整个内外的一个控制是蛮好的。墨西哥的打者有一部分打者有时候会跟不上他这样的一个速度但是在每个进攻半局其实都有透过选球今天6局的一个进攻当中其实有4个半局都有靠着这个40球的一个选球来获得一些攻势的机会，但主要就是后续一直没有办法有效的一个串联。这个中外方向的一个击球，中外的一个判断非常好，然后一垒跑者跑出去太远了，哇，这个是一个双杀守备。中外手屈前接球之后，顺势一个传球，一弹跳进入到一垒手的手套，非常的准确也让墨西哥的这一局的攻势又瞬间瓦解了目前依旧是6-0，日本队来维持领先。第一届世界杯听障棒球锦标赛，日本对墨西哥这一场，对墨西哥的这一场比赛比赛这个时候要来到第7局，也就是这场比赛的最后一局那在日本队这边，在比赛的后段，刚刚6局开始就是持续的来更换代打。那这一局首名要登上打击区的一个打者，背号32号的一个神谷义也是代打的选手。那从第6局观察到，在日本队这些更换上来的代打的选手，其实出棒也都蛮积极的也掌握这个难得上场的机会前个半局1人出局后的连续3名代打者，连续3支的安打。
哇，这个时候是投手一个非常准的内角球，让打者站着不动，遭到三振，一人出局。那其实墨西哥队今天的先发投手，一直到第6局被连续安打突破前的一个压制哦，可以说也相当的不错。连续2颗本垒后方的擦棒球，投打对决球数目前来到2好1坏。那打击的第4棒中野康平今天还没有出现安打，不过第3个打席当时有一个强劲的中外野飞球，哦，说着说着，哦，4番的安打出来了。一个穿越1、2垒之间的一个滚地安打。中野安打上垒之后，接下来上场的打者就是第6局，当时哦连续更换了3名代打者哦，3个人当时都连续出现安打。就这一棒的这个顺风开始哦，当时一上来是一个左半边方向的一个2垒安打，哇，这个球也掌握得很好。本场比赛个人的第2支安打又出来了。而且透过慢动作镜头看到，这球其实是一个低角度的球，也展现了打者个人蛮好的一个打击技巧。哎呦，这里也出现了触身球，哇！今天2队出现这个触身球，打者被打到的位置都在比较偏这个头部的后侧这边，都比较危险哦。我从第5局过后，其实也明显观察出来，就是投手的一个毕竟从开赛说累积的一个用球数，体能也可能稍微有受到影响。整个一个控球力还有球威，第6局是被连续安打，那这一局的话是连续2支安打之后，突然出现这个今天比较少见的一个控球大失控的一个情况，形成触身球，一人出局之后，瞬间形成满垒的一个大危机了。哇，看看这一球的一个落点，哇，最后是在右外野的线边界外一点点的地方，哇，这个球如果落在线内的话，有可能要来清垒。
哇，这边又发生了一个传球失误，那看起来二三垒的一个跑者都要回到本垒来得分了。哇，他这边这个动作来讲的话哦，即便跟三垒手没有失误的产生哦，因为并不是采取一个固定式投球哦，他是要采取这个挥臂式投球，也有可能会去构成投手犯规哦。我因为这个动作来的太突然，可能连自己的队友都被骗到了，所以三垒这边是直接没有办法接到他的一个球了。哇，那在刚刚这个失误发生之后，其实在比赛5局够后的后段哦，前段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投捕默契配合，就曾经有发生过一些 miss 哦。那在后段来讲的话，似乎整个节奏上又再更混乱一点了。所以刚刚失误发生之后，又是一个低角度的球，捕手并没有办法确实的把它挡下来，继续形成这个1、3垒有人的局面。同时，这个时候1垒的跑者在上垒之后，也马上来发动盗垒，进入到2、3垒的垒包。这球是一个右外野线边的一个界外球，球速来到2好1坏。好，中外方向的一个飞球，不过风势有一点点影响，中外手把它接杀之后。出局没有问题，不过三垒的跑者哦，也利用这一个高飞先打回到本垒哦，取得这场比赛日本队的第9分。7局上半再有分数进账。那这场比赛当然对墨西哥来讲比较可惜一点点，是前5局哦，2分的一个差距，其实整个紧咬住的一个韧性呈现的是还蛮不错。不过6、7、2局可能投手整个一个压制力下滑，加上对方上垒的一个整个代打成功的一个状态哦，让分数是瞬间扩大哦。那刚刚2垒的跑者哦，也借由这个球上到3垒。而且这个滚地球在游击方向的一个球，并没有办法游击手传向一点，并没有办法传得非常的准哦。所以原本刚刚上到3垒的跑者哦，再回到本垒哦，10-0。日本在6、7、2局的连续攻势哦，让这场比赛应该能够掌握起来，胜利是8、9不离10的。最后还是靠投手自己哦，哇，接到球之后就直接来做跑者的一个触杀，也结束了7局上半日本队的进攻。那就看10分落后的墨西哥哦，7局下半哦，能不能来突破这场比赛的一个日本投手的封锁了。
第一届世界杯厅上棒球锦标赛在第二天赛程的第一场比赛哦，日本对墨西哥。那这场比赛6-7-2局，连续2个半局大量的得分情况底下哦，看起来日本队这场比赛整个投球的任务哦，会交给内山来完成。不过这个时候两队的投手其实一路都投到7局哦，整个球威跟压制力哦，可能也都逐渐下滑的情况底下哦，墨西哥这一局的一个攻势开启哦，是一支强劲的平飞安打。上来之后很积极的来发动盗垒哦，也成功的来进占2垒。哇，所以今天等于刚刚打出安打的就是今天墨西哥的先发投手，那他自己出现安打之后，很想要替球队来突破日本队的一个封锁，看有没有办法来至少添得比赛的第1分啊。今天墨西哥队在整个先发阵容的一个安排上面，原本就没有使用这个指定打击，所以是投手来直接担任第4棒。哇，这个飞球高度是有，可是球看起来是停留在内野最后风势稍微有受到一些影响的情况底下，也让2垒手最后是再移动了一些的距离调整现场的风势到靠近中午的时候，其实早上就有感受得到其实现场的风势还算蛮强劲，所以打高的球不见得好处理。那今天在林口体大所进行的3场比赛第2场比赛是会有这个韩国队跟美国队的交手。那2队其实在这场比赛的一个过程当中也已经来到现场场边在做一些准备了。那这一次比赛因为是5队参赛其实每天都会有这个，从今天开始的每天都会有1队可能面临这个1日2战。那今天的这一个赛程来讲，1日2战的会是美国队，也就是等一下第2场比赛，美国队跟韩国队打完之后，第3场比赛要再跟这个中华队来做交手。哇！最后内山这边又用今天不管是面对左打或右打者球速领先底下都可以控制非常好的这个外角低球，来制造了一个重要的3振。2人出局。日本队在要锁定这一场比赛的胜利来讲的话，目前就只剩最后一个出局数了。那当然，墨西哥也还有机会因为目前是
想要取得这场比赛的一个突破被完全封锁的一个状态的话，现在得点圈是有跑者，如果有安打适时出现的话，看是不是有机会来抢到本垒。哇，这个小飞球看起来二垒手就定位了，没有问题。最后双手稳稳的把球给收进手套。那当然，在这场比赛来讲的话，最后是也由整个守备呈现比较稳定的日本队哦，尤其他们在6、7两局是呈现了很密集的一个安打攻势串联但最后的一个比赛结果是取得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比分差距的10-0获胜。也恭喜日本队来获得这场比赛的一个胜利。好，那第一届世界杯听障棒球锦标赛第2天赛程的第1场比赛最后就由日本队来取得比赛的胜利。那墨西哥队连续2天的出赛，当然昨天开幕战完今天这场比赛比较辛苦，那中间有碰到一些球员可能比赛过程当中受伤的问题也希望没有构成一些大碍。那接下来的赛程下一场比赛是刚刚所介绍到的韩国队跟美国队的交手。休息片刻之后，也希望观众来继续锁定我们的一个转播。那本场比赛的转播服务工作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马上再见喽，拜拜。